阴暗潮湿的地牢透不见一丝光亮。皇兄对于朕这些日子的款待可还满意？躲在哪儿？想不到皇兄如今还惦记着自己的好王妃啊！皇兄放心，冉儿容色倾城，一身医术出神入化，且还帮朕夺了你的皇位。朕如今疼爱她还来不及，又怎会亏待于她？而且她那娇软的身子，真是让人流连忘返啊！皇兄放心，日后朕一定替你好生疼爱她。你胡说！你灭了他外族满门，他如何能原谅你？云家犯上作乱，咎由自取，与朕何干？不过冉儿确实是和朕闹了些小脾气的，只是她如今怀了朕的孩子，欢喜都来不及了，哪里忍心责怪于朕呢？孩子？她怀了你的孩子？她竟怀了你的孩子！君离见他这副形容疯魔的样子，忽然有些后悔自己没能真的对那叶软怎样，只是这并不妨碍他眼中的恶毒之色更甚。反正如今他也无法得知真相了。想不到大哥对冉儿如此情深，哪怕明知他假传父皇传位遗诏，让我夺了原本属于你的皇位，还愿意为了他只身入宫被困此处。只是可惜了，冉儿他马上就要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的好王妃叶软要死了。皇兄也知道嫣儿对朕用情至深，如何容得下他？何况这别人用过的东西朕嫌脏。自从那年你腿疾痊愈，父皇大喜，大办中秋之宴，朕设计让你夺了他的清白，让他恨极了你，替朕加入景王府潜伏在你身边之时，他便注定不配了。皇兄这般珍视的东西于朕而言不过是个玩意儿罢了。皇兄这便去那黄泉路上等着他吧。与此同时，皇宫一处僻静的宫殿中，阮姐姐，3月未见，可还安好？姐姐在冷宫中苟延残喘了数月，却始终不愿自断生息，想来是还在期待什么？期待什么呢？该不会是这道先帝遗诏吧？本夏呢？你们把他怎么样了？你说呢，我的好姐姐？说起来，这半夏还真是个忠心的，为了带着这道圣旨逃出去，被万箭穿心，定死在那道暗门之上。他直到死都没有闭上眼睛。哎呀，真是可惜。最终还是失败了吗？3个月前，他让半夏带着先帝遗诏从冷宫的一处暗门逃走，然后便再没了消息。姐姐不要灰心，半夏虽然死了，但那遗诏我却让宁弟弟带给了云家。你们还想做什么？你们还想做什么？姐姐这身子废了，脑子倒是突然开窍了呢。先帝遗诏分明是将帝位传于景王，你说若你那废物弟弟将这传位遗诏带给你那满门忠烈的外祖家，而他手中的那道圣旨却是假的，会如何？无耻！云家伪造先帝遗诏，企图起兵造反，满门抄斩。为何你们已经得到了一切，为何还不肯放过他们？斩草除根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姐姐难道不明白吗？况且如今这一切不都是拜姐姐所赐吗？他们即便是怨是恨，哪怕是要冤魂索命，也该来寻姐姐，不是吗？君离呢？我要见他，我要见他！大胆，竟然直呼皇上名讳！红袖，不得无礼。叶烟轻笑地斥了一声，自己却将脚狠狠踩在了叶软的肚子上。姐姐还要见皇上作何呢？是要让他看看你如今这张丑陋不堪的脸，还是看看你肚子里这个景王的孽种？对了，不妨告诉姐姐，景王出征在外，得知陛下登基后便拥兵自重，占地为王。陛下以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相迫，而他根本不屑一顾呢。阮姐姐，
既然你胁迫不了景王，你也没有活下去的价值了。毕竟姐妹一场，妹妹便再送你一份临别大礼，姐姐就安心上路吧。语毕，叶嫣便带着红袖出了门。红袖，姐姐这么辛苦怀了这个孩子一场，你便在这里等等，等到那个孩子生下来再动手吧，也算全了我与姐姐的一番姐妹之情。娘娘仁慈。红袖听命在屋外静静地等待着，无动于衷地听着房间内生产的叶软传来一声声痛呼，直到残月高挂，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长夜，他才将早已备好的火油引燃。王爷，我们景王府与云府向来没有往来，您怎么突然有兴致要去那云家大小姐的吉基里？云府大小姐云雯，可是我那好三弟未来的王妃，我自然要去看看热闹。那黑衣侍卫闻言有些呐喊，他知道四香王爷向来是不喜欢热闹的，不过这半年来，王爷经常做出一些令他们无法理解的举动，他倒也习惯了。这时，君战又将目光移向屋中一个空荡荡的角落。长夜，你也一起去，只是没有我的吩咐，不得现身。只见那原本空无一物的角落，忽然现出一个女子的身影。王爷最近怎么总能发现我的藏身之地？他的隐匿之术，便是在龙影卫中也是极为出众的。是，王爷。王爷，您再这样，常义都要以为自己学艺不精了。叶府那边可有什么异常？没有，王爷让我们盯着的那个叶府大小姐叶软，自回京后便在京中丢了不少丑，成了京中贵女圈的笑柄。这3个月也只出了1次府门，还不小心摔断了腿，正好被宣王所救。后来宣王去岳府时，那大小姐便时常偷看他，似乎是对宣王有意。原来他这么早便爱慕君离了，难怪我被困地牢生不如死的那些日子，君离对我说，即便他灭了云府满门，叶软却因为怀了他的孩子而原谅了他。想到他在君离身下婉转承欢的样子，君战的手指深陷掌心。叶软，你真是好得很。此时的云府，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！许久之后，叶软终于缓缓睁开双眼，视线慢慢聚焦于身前之人。半夏，妍妍不是说半夏已经死了吗？他下意识地伸手去触碰眼前的人，却惊讶地发现，原来已经残废的双手竟然能动了。可是我明明还记得我被那工人压着，用尖锐的铁片连皮带肉酱的甲片一个个拔起，是撕心裂肺的疼痛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小姐，您可醒了！表小姐的祭礼快开始了，我们快赶过去吧。小姐是祭礼的赞者，若是误了事便不好了。只是叶软仍没有应声，半夏想着自家小姐许是宿醉还未完全清醒过来，便顾不得其他，开始着手为她换去被汗水湿透的衣衫。片刻后，他又将叶软推到了铜镜前，开始手忙脚乱替她梳头。半夏，如今是何年何月？今天是西陵23年7月初3，表小姐祭姬的日子呀。西陵23年，西陵23年，西陵23年。他不敢置信，他竟然回来了，回到了14岁，刚回叶府不足半年的时候。脑中飞快地闪过一些什么，叶软看着又一次梳歪了发髻，正气恼不已，准备拆了重梳的半夏。不用梳了，我们走。今日的云府宾客迎门，热闹非凡。不仅因为云府这辅国大将军的门楣，更因为云雯自小便与宣王君离有婚约。如今宣王君离深得圣心，其母嘉贵妃奉旨统御6宫，势头如日中天。听闻今日的祭礼结束后，皇上的赐婚圣旨便会到。今日嘉贵妃甚至亲为主宾，为云雯及笄赐字。此时云雯已经出击后回东房更换衣衫。阮妹妹昨日饮多了酒，今日竟起不来身，劳烦嫣儿妹妹了。文姐姐不必客气，这都是嫣儿应当做的。大姐姐昨晚也是高兴，方多饮了些，文姐姐不要怪罪她才好。难怪阮妹妹一直在我们面前夸你，今日一见，嫣儿妹妹果真是个妙人儿。
嬷嬷只来得及说了一遍今日的礼仪流程，你便将记得分毫不差。这般灵巧的心思，真叫人望尘莫及。姐姐谬赞了，嫣儿哪里及得上姐姐兰心蕙质？谁人不知今日之后，陛下便会为你和宣王殿下赐婚，姐姐今后必是贵不可言。尊贵与否，又能如何呢？不过都是镜花水月罢了。姐姐说什么？无事。云文淡笑应声，心间却忽然传来一抹不适，只是眼下不能耽误，他也没有在意。我们出去吧，别让宾客们久等。这云文自小便有心机，是个活不长的病秧子。若非有云府门楣撑着，这宣王妃的位置又哪里轮得到他？还好，这场婚事只是陛下的意思，宣王殿下和嘉贵妃并不喜欢他，他想坐上那个万人羡艳的位置，也得有那个命才行。贵妃娘娘，云小姐心疾虽无法根治，但这些年经药物调养，本可再保10数年无恙。但此番心疾突发，还伤至心脉，怕是撑不过今晚了。不可能，太医，文儿这些年身体调养得很是不错，怎会突然就药石无灵了呢？这绝对不可能，你再替他看看。云夫人，这心疾之症本就极为变幻莫测，还请夫人提早做好心理准备。舅母，软儿，太医说你表姐不行了，你快替她瞧瞧。叶软顺从地随着舅母的手在表姐身边坐下。还好，还有救。叶软借查看云文面部之际，偷偷将早已准备好的护心丹塞到她的口中。舅母，太医所言无误，表姐如今已是不好了，只是我瞧着表姐今日这般极为不寻常，不像是心疾突发，反倒像是中了毒。胡说！老夫行医数年，岂会连中毒和病发都分不清？太医，我曾随师傅到北辰边境，那边有一种名叫附福草的植物，太医可曾听说？这附福草生长在北辰边境，且极为稀少，此物常人接触无恙，但若五脏六腑有重疾之人近身接触，则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并加重自身疾病。这东西似毒非毒，脉象上也不显，只是据北辰医书记载，凡中此毒之人耳后都会留下红色小点，与表姐今日症状一般无二。这事儿只要让人去北辰打听便知真假，我定不会胡乱揣测。姜太医闻言忙上前查看，果然见到云文双耳间均起了一个红色小点儿。附福草，原来是附福草。是谁？是谁用这么下作的手段害我女儿？舅舅，这附福草药性霸道，中毒应是1个时辰之内的事。表姐今日一直在正堂之中，这下毒之人必定就在现场。我这边叫人封锁府门，今日便是拼着得罪所有宾客，我也要揪出那歹人，为我女儿偿命。云将军，我愿助您一臂之力，有劳太医。李儿，今日来的都是朝中重臣，云将军行事多有不便，你也与云将军同去。是，母妃。舅母，你别哭了，表姐还有救。你先别声张，我们现在将表姐移回后院，我马上替她医治。至于原因，我事后再向你们解释。好。正堂之中，云少已经让人协助姜太医查验堂中物品，君离则带人出去封锁府门。如今那凶物可还在堂中，母亲，你镇定些，别让人瞧出端倪。宣王殿下定会为你想办法的。母亲，三叔不是说这药极为隐秘，若非提前得知，不会被人察觉吗？为什么这么轻易就被人发现？我就是听信了三叔和母亲的话，以为十拿九稳，这才亲自动手的呀。我也不知，只是事已至此，我们不能自己先乱了阵脚，一切等宣王殿下回来再说。叶软替表姐施针，稳住体内的毒素后，已经来到了正堂外。他远远看着堂中正窃窃私语的叶嫣和萧氏，心中涌起滔天恨意。可是他要忍住，
如今母亲难产而亡，父亲知晓叶嫣与君离的关系，早已投靠了君离，还将叶嫣的生母萧氏扶正，将叶府全权交于他之手。就连他唯一的弟弟叶麒宁，如今也被蒙在鼓里，对萧氏和叶嫣极其信赖。现在还不是和他们撕破脸的时候。三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出了这么多冷汗？可是有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姐姐替你看看？大姐姐，我没事，只是听闻有人胆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毒害表姐，心中害怕的紧。妹妹不必害怕，既然那凶手下毒的事情已然败露，有舅舅跟姜太医在，想必很快便能寻到证据，将那凶手绳之以法。大姐姐说的是。是了，正是此物。贵妃娘娘，云将军，这梳子上有附福草的汁液，是谋害云大小姐的凶物无疑。今日作为赞者，为云家大小姐梳髻的可是他。若这梳子是凶物，那这叶三小姐岂不是有最大的嫌疑？今日都有谁碰过这梳子？给我站出来！然而堂中却无一人动作，只是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投到了叶嫣身上。云逸，既然没人认，你便去将今日负责奇迹治理云府下人一一审问一遍，看究竟哪些人有动手的时机。是。云将军，不瞒您说，今日为云大小姐梳髻的是嫣儿，只是她虽接触了那梳子，却是临时代替阮儿为云大小姐行及笄礼的，如何能提前准备？这事定与嫣儿无关。舅舅，母亲之言确是实情，是大姐姐昨日喝醉了酒，我才临时替她的。云府和叶府是姻亲，我无缘无故，怎会毒害表姐？还请舅舅明察。云将军，既这叶三小姐是临时替叶大小姐执礼的，她如何能得了先机部署这一切？想来这凶手必定是另有其人。先前他们方府上的老夫人得了怪病，还是这叶三小姐千辛万苦寻来方子才治好。她女儿方芷也一向与叶嫣交好，堂中这半年来得过叶嫣好处的夫人，闻言也陆陆续续的开始附和方夫人的话。叶阮看着这一幕，只觉讽刺万分。这半年，叶嫣没少打着各种幌子，从她这里讨得药方，笼络人心。阮儿，你快同你舅舅说说，你三妹妹平日里是怎样的人，你是最清楚的。她平日连杀鸡都不敢看，更遑论杀人呢。舅舅，我也相信三妹妹，说到底都怪我。昨日晚间三妹妹过来寻我，说得了一瓶罕见的果酒，我原想着这果酒应该不会那么容易醉人的，这才饮了些。谁知这酒后劲如此之大，我只饮了3杯便醉得不省人事，否则三妹妹也不会因我陷入今日这般被人怀疑的境地。都怪我好酒误事。蠢货，这个节骨眼，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不明白，连求情都不会，平白坏我的事。叶三小姐这酒送的可真是凑巧。表哥误会了，我在府中时便喜欢与三妹妹小酌，昨日也是为表姐吉吉而庆祝，这都是顺理成章的。说是顺理成章，胭脂又不是知晓你的习性，顺水推舟，另有图谋呢。云将军，以本王所知，今日接触的那凶物可不止叶三小姐一人，还有司李姑姑。以本王之见，不如将那李姑姑带过来，再一同审问。李姑姑是皇上已是爱重，从宫中派来协助笄礼的女官。方才堂中出了事，已经被云府下人请去了旁边的厢房等候。君离哥哥离开许久，此刻提起李姑姑，定是有所安排。我就知道，君离哥哥不会不管我。李姑姑，怎么听着有些耳熟？贵妃娘娘，云将军，云大小姐之事，奴婢已经听说。奴婢身在内宫，与云府无怨无仇，必不会无故毒害云家大小姐，还请娘娘和将军明察。方才太医所言，这下毒是今日之事，若寻实际动手，想来这毒必是随身携带的。既你二人都说不是自己所为，可敢让人搜身？小女愿意自证清白。奴婢也愿意。
袁绍看了看二人，眼中神色不定。只是事已至此，他也只得命云管家换来几个丫鬟，将两人都带去了东房查验。只是东房的大门方关闭不久，里面便传来惊叫声：“将军，从李姑姑身上搜到此物。”手镯是空心的，打开一看，里面还有些许残留的褐色汁液。放我走，否则我杀了他！不要伤害嫣儿！先备好马匹，放我走，否则……大胆！你是内宫之人，家族亲眷都登记在册，你以为你能跑得了？王爷，这事儿是奴婢一人所为，与奴婢家人无关。王爷向来仁义，何必与奴婢的家人相逼？本王的仁义向来只对忠良之事，像你这般丧心病狂、胆敢下毒谋害忠臣之后的人，本王断不能容。你还不马上束手就擒？难不成真的想要你全家为你陪葬？李姑姑这时似陷入了剧烈的心理挣扎之中。片刻后，她咬了牙，似终于下定了决心般放开了叶烟。奴婢愿意认罪伏法，还请王爷放过奴婢家人。袁绍见状，心中怒意翻腾。歌儿明明说了，阮儿告诉他凶手是叶烟，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毫不相关的李姑姑？如你先前所言，你与云府向来无怨无仇，更从未见过文儿，为何要对他下此毒手？这也正是本王不解之处。你还不速速从实招来！王爷，奴婢也是被逼的呀。何人所逼？你说来便是。王爷，奴婢不能说。一旁的叶阮看着这二人做戏，却终于想起来，为何这人看着有几分眼熟了。李姑姑，西林帝后来宫中的长侍姑姑，当初配合君离毒害西林帝的也有此人，她是嘉贵妃的人。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有本王和母妃在，若其中有隐情，还可对你家人轻纵一二。否则，你毒害朝中重臣之女，后果可不是你一人能承担得起的。你可要思量清楚。王爷，是景王殿下命奴婢做的。胡说八道！皇兄久居府中不出，怎会指使你行此恶毒之事？你休要随意攀扯。原来君离不行，想要包庇叶烟，还想拉景王下水。奴婢不敢欺瞒王爷，景王虽久居府内，但他曾是嫡长子，如今眼看着陛下重用于您，他心中如何能甘心？这才用奴婢家人威胁，让我毒害云小姐，破坏两府联姻呢。奴婢所说句句属实，请王爷相信奴婢。这位姑姑好生奇怪，你既因害怕牵连家人而束手就擒，但如你所言，景王用你家人威胁，你此时供出他来，难道就不怕牵连家人吗？李姑姑心中咯噔一下，正欲开口继续辩解，本王也不知自己何时成了这宵小之人。景王军战，他怎会在此？见过皇兄，皇兄今日怎么过来了？才男，三弟不欢迎为兄。皇兄说笑了，只是皇兄久不出府邸，弟弟乍见之下心中欢喜，方才口不择言，望皇兄见谅。是吗？只是以本王看，如今可不是值得欢喜的时候。方才在外间，本王听闻有人言及于本王。长风，去问问。是，王爷。君离见长风靠近了李姑姑，朝李姑姑使了个眼色。李姑姑即刻会意，正欲咬破口中藏着的毒药，却突然被转瞬而至的长风猛地拧住了下巴。还没开始问便急着寻死，看来今日这黑锅是非让本王背不可了。长风，你可得拿出些手段来，别让人看清了你们龙影卫的本事。长风闻言，面无表情地将李姑姑口中藏着的毒药取出，随后他从腰间摸出一颗丹药，随意地扔到李姑姑口中。你刚刚服下的是噬骨丸，我问什么你便答，答对了我给你解药，否则……长风的话还未落音，地上的李姑姑便发出一声惨叫，说：毒害云家小姐是王爷命你所为吗？王爷，饶命啊！不是景王，不是景王。既不是，你为何无故攀咬王爷？毒，不是我。
皇兄，严刑拷问之下，即便得到供词，也不足以服众。我已命人通知了京兆尹，不如还是等他们前来吧，否则滥用私刑，恐有损大哥声誉。若我非要如此呢？那弟弟便得罪了。君临眼底浮现一丝戾气，打了个手势，身边的2个贴身侍卫袁和袁盖同时出手，直逼长风而去。长风也丝毫没有退让，不过片刻便甩开袁和，将袁盖逼到一个角落。那短刀也狠狠刺入了袁盖的肩膀。3人越打越凶，又见了血，正堂中女眷顿时乱作一团。君战身上的玄猫也似被这打斗惊吓，从他怀中跳落。混乱之中，叶烟似是不小心跌倒在了那李姑姑身前。电光火石间，李姑姑自她发间拔下一根簪子，朝自己脖颈间刺去。外间的男宾听到内堂的打斗声也赶了过来。燕姐姐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抱气了。叶三小姐跌倒的还真是时候。靖王殿下恕罪，方才小女受了惊吓，崴了脚，这才摔倒，只是意外。大哥，方才堂中乱作一团，夫人小姐们受了惊吓也是有的。幸得方才是罪奴已经交代此事与大哥无关，大哥不必担心担了无名。方才弟弟恐伤及大哥声誉，才让人与大哥的侍卫动手，谁曾想竟给了这罪奴可乘之计，还请大哥勿怪。哼，这李姑姑刚要说出真相，三弟便出手打断。若是不知三弟为人，为兄还以为三弟心中有鬼呢。皇兄说笑了，都怪弟弟莽撞，只是朝廷有朝廷的法度，你我虽为皇室，也应遵照律例行事，还请皇兄谅解做弟弟的一片良苦用心。袁将军，李姑姑已经伏诛，据她说不是受靖王指使，又无杀人动机，本之后会将今日之事回禀陛下，令人仔细查查这李姑姑，看能否寻得蛛丝马迹。如今云大小姐危在旦夕，不如今日便先散了吧。云将军和府中公子也好去送文儿最后一程。云府宾客散去，屋内只剩云家和叶家之人，还有处在那里一直未动的君战。王爷可是还有何事？君战并未回答，只看了看还立在远处一动不动的叶软，微微皱了皱眉。察觉到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，叶软只得硬着头皮上前。王爷，您的猫。长风正欲上前接过，忘记上回被挠花了脸了。长风顿时手一缩，他堂堂龙影卫，却唯独奈何不了这打不得碰不得的小东西。叶大小姐，这猫认人，您放它下来便是。叶软点了点头，蹲下身去，想将小七放回地面，怎料那猫爪刚触到地面便缩了回来，然后小七便挣扎着扒拉着叶软的手不肯下来。本王的猫倒是和叶大小姐投缘。是，王爷这猫养得极好。既是如此，本王刚好要外出几日，这猫出来景王府极为认生，平常人近不得身，不如劳烦叶小姐帮本王养上几日，本王过几日令人来取如何？臣女遵命。叶大小姐一直低着头不敢面见于本王，莫非是觉得本王很可怕？叶大小姐不说话，是默认了？王爷多虑了，小女只是常闻景王殿下英明，心下敬仰，虽不敢随意赞扬王爷。哦，本王的英明，那你且说说看，都听说了本王何种英明？王爷3岁通诗书，5岁通骑射，陛下赞您是皇子典范。叶小姐倒是了解本王，不过这都是本王年幼腿伤之前的事。叶小姐言下之意，莫非是说本王现在便是个无可取之处的残废？云哥和云少见景王似动了真怒，正待上前，叶烟却突然抢先一步。云府向来看重大姐姐，现下正是她当着云家人的面表现姐妹之情的时候。靖王殿下，姐姐初回京都，许多礼数不堪周全，并非有意羞辱您，还请王爷免于责罚。本王问话，何时轮到你插嘴？长风，既然他喜欢跪，就将人扔到外间去跪着，谁求情，一起拖出去。叶烟就这样一脸猛然的被长风拉去了门外跪着。叶小姐，本王在等你回话。王爷息怒，
小女并无辱及王爷之意，只是京中传闻王爷杀伐果断，御下有方。西陵是从马背上打下的江山，小女以为王爷乃有先祖之风，是以才说王爷英明。叶大小姐，怎么好像哪里不太一样了？君战看向叶软的眼中溢满是探究之色，他眼中的情绪太过复杂，让君战竟有些看不懂。叶大小姐口才倒是出众，也罢，既然小七喜欢你，今日本王便看在她的份上，不予追究了。长风，我们走。唉，没想到这好好的日子出了这档子事。父亲，表姐这辈子病痛缠身，若有来世，必会托个好生，美满一堂的。嫣儿回府之后，一定在佛堂抄经7日，为表姐祝祷。二弟弟、大姐姐，你们也同我一起吧。三姐姐最是心善。你还有脸说？那可是你亲表姐，你看看你，还不如嫣儿有心。他与表姐统共就见过2次，哪里能有多重的感情？你看看你这副样子，见天的玩物丧志，你就不能学学你大哥？好了，老爷，宁儿年纪小又是男子，哪里能如女儿家这般细致？以后我让知凡在书院多看顾着他些便是。宁儿又不是那蠢笨的，将来定不会比他哥哥差的。叶之凡是萧氏所出的庶长子，萧氏被扶正后，他便成了叶府最尊贵的嫡长子，且他学问极好，深得叶世安看重。切，他只要少闯点祸，我便知足了。大姐姐，你怎的不说话？可是方才被景王殿下吓着了。大姐姐，那景王殿下瞧着极是喜怒无常，这猫姐姐可要好生照料，否则还不定有什么祸事。若姐姐担心，妹妹也可帮你照料一二。然而，你三妹妹说的对，这猫虽只是个畜生，但毕竟是景王之物，要是出了岔子，以景王那无法无天的性子，说不定真能做出什么事来。爹和妹妹说的对，软儿此时也害怕的紧。既如此，那便拜托妹妹了。说着，他便将小七放到叶烟怀里。叶烟还来不及高兴，叶软果然看见小七挥舞着爪子，便在叶烟手上挠出一道血色。三妹妹，你没事吧？大姐姐放心，小伤罢了，不碍事。小畜生，果然什么样的主子养什么样的猫，这畜生跟那景王一般无二。那爹爹，这猫还继续给妹妹养吗？叶烟只觉心中发怵，他不过想借着猫和景王攀上交情，说不得景王对他心生爱慕，他还能替君离哥哥探听一些他的事情。不想这猫看着软萌，却这般凶狠，他哪里敢再动什么心思？爹爹，既这猫只认姐姐，还是由姐姐照料吧，想来只要仔细着点，也不会有什么事儿。那就如此吧。然而你可要多上心些，不要像你弟弟一样又给我惹出什么祸事来。女儿知晓。然而你若无事，便再去瞧瞧你表姐，你舅舅舅母那边也都劝慰这些。云府如今只剩几个少爷，毕竟不如女儿家贴心。你舅父舅母失了唯一的女儿，你日后也多来云府和他们作伴。他如今还能坐在吏部侍郎的位置上，少不得云府的脸面。云堂死了这么多年，若软儿能与云府多亲近些，对两府的关系也是大有注意的。可是教养的嬷嬷说，女儿毕竟是叶府的小姐，每天往外祖父家跑，外人会以为叶家待我不好，且云府表哥们都在府中，也要多多避嫌。是以女儿虽有心常来探望舅舅和外祖母，却也只得听从嬷嬷直言。这几个月只写些信件告知他们自己近况，不敢时常登门。这是哪个教养嬷嬷教的狗屁道理？娘亲舅大，人之常情，用得着？软丫头，你来啦！外祖母，你怎么也起来了？云文出事后，外祖母便晕了过去。你舅母派人来告知我，你表姐已经救了回来，我当然要过来看一看才放心。表姐睡了吗？是，她说如今胸口已经不疼了，喝了点粥便睡了过去，像是力竭了。明日晚间，我再替表姐施一次针，这毒素便能完全排出了。只是明日嘉贵妃定会派人前来查看表姐情况，叶烟和萧氏他们亦会亲自过来确认表姐的死活。我准备了1颗假死药，舅母明日报丧前
给表姐服下便是。然而，今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毒真的是叶烟下的？你又为何要我们隐瞒治好你表姐之事，连你弟弟都不告诉？表姐的毒，的确是叶烟下的，但若仅仅只是叶烟一人，软儿断不会顾及至此。只因他的身后，还有嘉贵妃和宣王。然而，舅舅既然愿意相信你的话，只是那宣王一向颇有贤明，对你表姐和云父也一直礼数周全，他如何会突然生了杀心？自然是因为利益。舅舅也知道，云府虽然曾经鼎盛，但现在毕竟是太平之年，武将的地位亦大不如前。舅舅亦非皇亲国戚，想来自外乱平息后的这些年，舅舅手中的兵权已经被世代权贵取代了半数了吧。而这其中获益最大的，便是盘踞在西北近100年的崔氏一族。舅舅难道忘了，崔氏可是嘉贵妃的母族？况且陛下如今有意栽培宣王，还让嘉贵妃的兄长掌握着京中所有的羽林卫。云府的兵权如今对他们而言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。表姐又一向体弱，君离与嘉贵妃早就想毁了这门亲事，只是碍于陛下之命，他们不敢公然违抗，于是便串通了叶烟，将我灌醉，欲对表姐下毒手。云少默了默，心中想着他们云家军如今退下来的又何止大半，而是早已不足30%了。软儿，这半年你来信一直说那萧氏对你和宁儿是如何的视如己出，叶烟又是如何的善良聪慧，他们又怎么会突然和宣王有了勾连，要害你表姐？因为叶烟与君离私下早有收尾，今日我若当众救回了表姐，他们必定还会对表姐动手，到时恐怕更加防不胜防。而且就算他们真的愿意听从陛下旨意履行婚事，以宣王的为人，加上一个心如蛇蝎的叶烟，表姐就算嫁入宣王府也是九死一生。所以我这才先将表姐的事瞒下。阮妹妹昨日来府中时，还有叶言亲如姐妹，且听闻妹妹刚回京1月时不是摔伤了腿，还是为宣王所救，不知为何短短1夜，表妹便幡然醒悟，还知晓了这么多内情。表哥，阮儿有不能说的理由，能否不相问？臭小子，今日若无你表妹，你妹妹已经被那歹人所害，难不成你表妹还能骗了我们不成？你问那么多做什么？阮儿自知今日所为，表哥心中定有许多疑惑，但阮儿发誓，对云府我绝无半分恶意。相反，若有人对云府不利，不管是谁，纵然粉身碎骨，我必取其性命。我不曾怀疑你的用。母亲，方才表妹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其实这些年，我能感觉到宣王无意于我，奈何有婚约在身，女儿又自知自己是活不长的，便不愿再给父亲母亲增添麻烦。可其实我并不喜欢宣王。今日听表妹所言，那宣王府凶险万分，让女儿趁着这次机会假死脱身，对女儿而言反而是一种解脱。女儿若是能寻一安乐之地，改名换姓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纵情山水之间，也算不枉这短暂的一生。表姐放心，你的一生不会是短暂的，我已寻得方法可以完全治疗你的心疾，表姐的人生可以很长很精彩。阮儿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文儿的病真的能治好？叶阮看着舅母，认真的点了点头。表妹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自然。表姐你忘了，我可是神医苏木的弟子。好，文儿，如今既你的病能治好，未来的路还长，便不要假死出府了。父亲明日便去面见皇上，请他收回成命。只要这婚事没了，他们便不会再害你。不，父亲，我一定要出府。陛下一言九鼎，哪有那么容易收回成命？且没有宣王，还会有其他人。以父亲的身份，纵然云府如今不如往昔，女儿作为独女，婚事必定是由陛下左右的。女儿今日得了新生，以后便不想自己的命运再掌握在别人的手中。可是你若离开云府，我与你母亲哪里能放心得下呀？父亲，女儿如今已经及笄，迟早是要离府嫁人的。可是，妹妹，你可是有事要同我们说？母亲，可否唤明征前来？明征？他今日应该还没有离开云府吧？这倒是，他听闻你出了事，便求见过几次。只是如今这样子，我怎能让他知晓内情？是以便回绝了他。下人说，他如今还一直守在府内药房中。
冬青，你去请他过来。很快，他便领着一个面带儒雅之气的男子走了进来。不是说大小姐不行了吗？明先生，表妹说我的心急，她能治愈。如今我不再是没有明天的人了，你可还愿带我走？愿意，我是一直愿意的。你做什么？快放开我女儿！父亲，你干什么？将军，是我唐突了。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父亲息怒，我与明先生是恪守礼节，并未有如刚刚这般越矩的行为。女儿自小便知道自己是活不长的，便将自己封锁在这府中，不愿与人来往。这些年来，幸得明先生照料开解，我这乏味的日子才多了一丝光亮。但我虽心悦明先生，亦知明先生重义于我，却从不敢奢求半分，亦不愿拖累他。但是如今不同了，表妹说我的心急可以治愈，曾经不敢奢望的完整人生，女儿可以拥有了，请父亲母亲成全女儿。袁绍还想说什么，但看着女儿这副伤心的模样，终究不忍。罢了，这事便由你母亲与祖母决定吧。嬴政，若离开袁府，文儿便不再是我袁家小姐，你可知晓？次日天还未大亮，大姐姐，文姐姐她去了。表姐年岁与你我差不多，没想到就这样走了。是啊，大姐姐，我们也去瞧瞧文姐姐吧。几人来到云雯的闺房时，云雯正闭着眼睛，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，煞白着一张脸，呼吸全无。袁夫人，你要节哀呀。萧氏上前安慰，林氏却没有理他，只自顾自地哭着。母亲，舅母此时正伤心，顾不上其他，您别介意。我知道，唉，真是天可怜见的。叶嫣仔细地看了看云雯，确认她是真的呼吸全无，这才彻底放下了心。母亲，我们还是出去吧，围在这里反而碍事，不如出去看看府中还有什么其他帮得上忙的地方。也好。云府大公子云清见两人离开，忙跟了上去。叶夫人，母亲只有一个女儿，这番妹妹去了，母亲心中哀痛，府中又无其他女眷，父亲的意思是想让表妹留在府中陪伴母亲一些时日，还请夫人应允。这是应当的，还望大公子也多劝慰这些云夫人，让她保重身体，切勿哀思过重。谢夫人关怀，我会向母亲转达的。表哥，蓉儿有些事想求您帮忙。表妹有何事直说便是。听闻表哥在京中有许多自己的门路，不知可否将昨日及笄礼上的事情让人散布出去？哦，不知表妹想让这舆论指向谁？自然是叶嫣。这倒不是什么大事，只是这流言虽能伤人，却不能真的将它如何，你可知晓？不需要真的将它如何，如今叶府全部都在萧氏的掌控之下，我在府中行事艰难，便想请舅母安排些人手送入云府。只是突然送人入府并不容易，我只需要一个契机，让他们心有忌惮。好，我这就让人去办。表哥，阮儿还有一事。云哥见叶阮有些窘迫，面上浮起一丝宽纵的笑意。阮妹妹，我虽然对你一些行为心有疑惑，但我们是一家人，你既然愿意相信我，有何事需要帮忙的，也无需如此客气。且这些事情与你对妹妹的救命之恩算不得什么。表哥说的是，我们是一家人。然后他便将还需要帮忙之事轻声说与云哥。夫人，小姐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夫人，外间传闻云大小姐被害，是小姐所为。胡说！那歹人已经伏法，怎么会牵扯到婴儿的身上？奴婢不敢欺瞒夫人，今日奴婢随小厨房的妈妈出去采买，这都是奴婢亲耳所闻。我还听闻那日那李姑姑正被景王逼供求死不能，那叶三小姐却刚好摔到她身前，这才让她寻得机会自裁。哟，这叶三小姐可真是会挑时间，还摔得这般精准。可不是，听说那宣王当日还为她说话呢，莫不是他二人有什么说不得的？那也并非不可能，那叶三小姐可是京都第一美人，宣王看上她也不奇怪。
你还不知道吗？那日叶大小姐说了，她之所以醉酒，正是那叶三小姐所诱。这么说来，反而更像是处心积虑了呢。母亲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叶府门第不算高，嘉贵妃如今默许她留在宣王身边，除了因为外祖萧家这些年源源不断给予宣王府的银钱支持，还因为君离看重她，以及她这些年在外积累的好名声。娘，会不会是云府发现了什么？不会，若是他们真的发现了什么，以云家人的做派早就打上门来了，就怕人言可畏，他们真的听进去几分，便是个不小的麻烦。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明日叶软回府，云家人也会来，到时候只要我们两家依旧和睦如初，自会堵住那些人的嘴。到时你再求宣王想想办法，流言自会慢慢散去。好，我这就给君离哥哥去信。嫣儿，宣王可有因为此事办砸，对你有了不满？母亲放心，不曾。且那云文不是死了吗？也不算得办砸了。如今宣王虽对你情有独钟，但你也不可失了分寸，还需守住这清白之身，万不可让他看清了你去。君离如今对叶嫣的爱护，有一半是基于美色当前。他这个年纪，向来知道这男人是得到手后就不懂得珍惜的。母亲，我知道的。软儿，你可回来了，怎么消瘦了许多？舅母，母亲知您要来，特意命人备了您家乡贺州的地道美食。这些日子，舅母一定悲痛万分。可即便如此，也要注意身体，不然文姐姐走的也不安心。您快随嫣儿进去吧。吃饭就不必了，叶夫人，我这次前来给软儿和宁儿派了一些贴身照顾之人，还望你能安排一二。这，云夫人，软儿和宁儿身边的下人都是按府内规定添置的，且人数也是够的。可是软儿嫌下人伺候的不好。母亲，并非是府中下人伺候的不好，只是长者赐，不敢辞。这是舅舅和舅母的一番好意，软儿实在不好拒绝。叶夫人不必为难软儿，这些个下人都是我的主意，且他们的身契都在云府，份例也由云府出。若是人数不合规制，便将原先房中之人调走几个便是。舅母今日这般，可是信了外间的传言。叶三小姐还是唤我云夫人吧，我是婉儿的舅母，与你们萧家却无半分的血缘关系，这称呼还是按照规矩来得好。舅母，你怎么了？怎能对三姐姐这般严厉？外间之事我也有听闻，舅母怎么能因为一些不实的传言就误会三姐姐？三姐姐平日里最是善良，舅母这般可是会伤了母亲与三姐姐的心的。且我房里母亲安排的人都照顾得极好，舅母不必担心。这些下人，舅母还是带回云府去吧。一番话下来，林氏只感觉手都痒了。这若是他家儿子，他早就几个巴掌下去了。宁儿，云夫人也是为了你们姐弟打算，不得对你舅母无礼。母亲，你这几日因着流言的事都吃不下饭，三姐姐也一个人躲起来偷偷的哭。你们怕我担心，不愿我知道，可我怎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被旁人误会还袖手旁观呢？今日我必须为你们说句公道话，断不会让你们被旁人欺负了去。叶启宁，你左一个旁人右一个旁人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你舅妈，怎的就成了旁人了？好好好，你不领情便罢了，软儿身边的人我是一定要自己挑的才放心，否则我这便带了软儿回云府去。我们云府不差这一碗饭，云氏所出的孩子我们自己养着便是。母亲，您弟弟只是年纪还小，说话才没个清楚，您同他置气做什么呢？且叶夫人也没说一定拒绝您。叶夫人，我母亲生了女儿，这些天多得表妹在旁边劝慰陪伴，便生了些母女之情，正舍不得她离开云府，又刚好听到了外面这些流言。如今这李姑姑的行凶动机尚未查明，母亲没能护得住妹妹，便钻了牛角尖，非得自己派人守在表妹身边才安心。我与父亲都劝过母亲，叶夫人一向善待表弟表妹，三小姐也一向善良，怎会无缘无故害了我妹妹去？可母亲现下正伤着心，听不进任何人的话，还请叶夫人理解，做不过是几个下人的事，不如随了我母亲的心意吧，不然此番在这门口掰扯也是不像样。萧氏见周围探究的目光更甚，心中暗恨这林氏难缠。云夫人一片慈母之心，我怎忍心驳了？左右软儿恢复时间不久，屋里也算不得用惯了的老人，以后软儿院中的下人便都由他自己做主吧。我知道如今外面流言甚多，云夫人悲痛之下有所疑虑也是有的，只是日久见人心，我相信假以时日。
云家人离开后，叶软便带着舅母留下的4个人一起回了青玉阁。只是几人刚跨进门，就见一个老婆子带着屋里的丫鬟们跪在了地上。小姐，夫人说您要将院中之人遣散半数，可是真的？是啊，小姐，奴婢们虽伺候您的时间尚短，可也都尽心尽力。小姐千万不要赶我们走啊！放肆！叶府的规矩便是叫你们这样质问主子的吗？你是云府的下人，凭什么对我们指手画脚？是啊，我们都是自小在叶府长大的，你们一来便要将我们挤走，这是何道理？魏嬷嬷，你先退下。魏嬷嬷和冬青虽是云府派来的，但他们既入了我的青玉阁，便是我的人。往日我不曾亏待过你们，但你们办的差事如何，自己心里有数。这次被遣散的人，我自会给予补偿，并安排好去处。但若是不知好歹，非要闹事，这事是母亲点过头的。到时候我拿了你们的身契，再将你们发卖到何处，可就不一定了。小丫鬟们顿时没了声音，只是那刘嬷嬷还不死心。夫人交代这事儿，最好是闹得府中人尽皆知为好。这大小姐算什么？府中的一切到底还是夫人说了算。小姐，云家虽是您的母家，但您毕竟是叶家的人，亲疏有别，您这样就不怕寒了府中下人的心吗？半夏，既刘嬷嬷不死心，便将东西拿出来给她看看吧。半夏闻言上前，从怀中拿出几张纸，有些气愤地扔在刘嬷嬷跟前。那是几张当票，是她偷将小姐房里的东西拿出去变卖的当票。小姐，这些东西虽出自小姐房中，却不是我拿去当的，请小姐明察。是吗？其实你平时拿些小物件，我确实不曾注意，只是你似乎忘了，我自小习医。你拿那些不到10年的人参，换走我100年人参拿与我服用，我怎会觉不出异样？那些药材可是只有你一人经手保管的，还是你想与当铺老板对峙一番？小姐饶命，实在是因为老奴家中有个不争气的儿子欠了赌债，老奴才出此下策。小姐便行应好，饶过老奴这一回吧。魏嬷嬷，将人关起来，明日送到衙门去，将他犯的事一五一十的禀明。至于如何处置，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这屋里的事，以后便都交于你掌管。冬青在云府便是1等丫鬟，如今来了我院中也是一样，以后与半夏一同贴身照顾我。至于其他人的去留，便交于你们考察，以半月为期。届时去哪些留哪些，你们回禀即可。小姐，冬青是1等丫鬟，那我呢？小姐房中的人都是有定数的，听小姐方才所言，竟是不准备让我贴身伺候了。你便先降为2等丫鬟吧。为什么？小姐，奴婢不知做错了什么，奴婢又没有拿了小姐院里的东西去卖。你还有脸说？小姐酒醉不醒，你却擅离职守，自己偷偷跑去看热闹，让小姐发迹不整，在贵人们面前丢了脸面。次日又直接睡到日上3竿，小姐都出去了半个时辰了才。叶软说完便去了内间，现下她是真的困到极限了，不多时便睡得昏沉，连屋中何时进了人都不知道。你倒是乖觉。一道男声响起，叶软初闻还以为是幻觉，待睁开惺忪的睡眼，看到墙上映照出的影子，一瞬间睡意全无。他的房间竟然有人，还是3个。景王殿下，这是小女闺房。君战只淡淡的了一声，以示回应。想到里边已经有了交谈声，外间却一点反应也无，他有些担忧的朝外望了望。一些迷药而已。叶软这才放了心，将目光移到君战身后的2人身上，长风还有长意。这是他在景王府时君战派给他贴身保护的婢女，只是他那时以为他是君战派来监视他的，所以极其不喜欢他。可是最后长意却为了保护他被君离诱杀。叶大小姐似乎对我的侍从很感兴趣。王爷深夜至此，不知有何事？自然是接回本王的猫。王爷若只是为了接回这猫，断不至于深夜亲自来此，还请王爷直言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本王突然发现一件有趣的事，想要来问一问叶大小姐。王爷请说。
小女必定知无不言。本王身边的长义，昨日不小心从云府路过，忽然发现深夜时分，有一辆不起眼的马车从云府接走了2个人。怎么会？舅舅和表哥们行事极为小心，即便是深夜，也是替表姐乔装了的，如何这般轻易被人察觉？本王很是好奇，这云家大小姐明明已经死了，怎么还会活生生的出现呢？叶大小姐在云府停留的这些时日，不知可否为本王解答一二？还请王爷替云府保守秘密。王爷那天想必也看见了，有人对表姐起了杀心。小女虽然侥幸救回了表姐，但那李姑姑显然并非真正的幕后之人。表姐头上便如同悬着一把刀子，不知何时便又要落下，是以才有了假死脱身的这一出。还请王爷念在云府满门忠烈，会西林战场厮杀多年，放表姐一条生路。叶大小姐莫非以为本王是什么良善之人不成？如今我既知晓了这个秘密，云家便可我为刀俎，本王何必为了你的3言2语便放弃？不行，绝不能再让舅舅一家再次卷入皇权之争。王爷，舅舅生性刚烈，即便王爷手中握有把柄，也不足以让舅舅听命于你。王爷就算将此事捅破，也不过是表姐与人私奔罢了。舅舅偏着一身功勋，陛下未必不能开恩。不如王爷听听小女的想法。说来听听。叶软的手握得更紧了些，或许天意如此，终究还是要将他与他绑在一起。何况既然明知对付君离他是最好的选择，叶软又何必再纠结呢？上一世到底也是欠了他一个皇位的。臣女愿意代替云家成为王爷手中的刀。臣女虽无才无德，却是神医苏木唯一的弟子，且臣女有把握师傅可以治好王爷的腿疾。不知如此够不够交换王爷手中的秘密？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小女定不敢在此事上欺瞒王爷。你回京已久，但为神医弟子之事却无人知晓，想必其中有什么说不得的缘由。如你所说，光凭云纹的事，本王未必能威胁到云家，你大可不必这么快将此事和盘托出。不知这其中是否还有什么本王不知道的缘由啊？王爷英明，臣女确实有私心。其实便是王爷今日不来，小女自上次见过王爷后，心中便有了投靠之意。王爷乃人中龙凤，又深得圣心，若能治疗救急，有朝一日必能乾隆在天。小女还想为自己求一份庇护。他说要投靠于我，这倒是稀奇。叶家虽不是世家大族，但令尊如今也是4品京官，且叶大小姐还有云家在身后支撑，不知有什么是需要本王护佑的。我虽是叶家嫡女，但生母早逝，于这府中看似是鲜花着锦，实则举步维艰。而且臣女近日才得知，臣女的母亲是被府中如今的当家主母萧氏所害，小女与弟弟也一直被他们母女蒙蔽，在京中留下恶名。如今小女幡然醒悟，却在府中孤立无援，只求王爷来日若浮云直上，能替小女报仇雪恨，护得我与弟弟平安。若叶大小姐仅仅是想获得一份庇佑，手中又有神医这个筹码，叶大小姐何不直接与我那3皇帝合作？如今京中谁人不知我那3皇帝如今如日中天？听闻大小姐与我那皇帝还有过一段机缘，你又何必舍近求远，求我庇护？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的情谊，孰重孰轻，小女还是懂得分辨的。我那3皇帝谦君子，向来为军中女子所仰慕，除了权衡利弊，大小姐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想法？小女以为论能力相貌，宣王殿下都远不及王爷，至于其他想法，小女这副样貌自然是有自知之明的。叶大小姐说起这奉承之言，还是如上次在云府时一般面不改色呀。王爷误会了，不管上次还是今日，小女说的都是肺腑之言。好，既叶大小姐言之凿凿，那本王便姑且信你一回。那日在云府时，他便觉得叶软不对劲儿，想到他看长意的眼神和那天看到小七的一样，那不是初见该有的神态。
叶软的所言所行无不说明着，他分明就和他一样是重生一次之人。只是今日叶软的举动却让君战有些费解。依着他上一世对君离的爱慕，无论如何都不该将神医苏木的事告知于君战，还是他想故技重施，获取他的信任，再替君离除去他这个祸患。长风，告诉长眠和长宁，继续打探苏木的下落。方才叶大小姐不是说会帮王爷吗？难道王爷不信呢？是，王爷。王爷，云大小姐及笄那日，常以说是您不让她出手阻止李姑姑自裁的。君战点了点头。手下不明白，这是为何？能为了什么？不过是不想让他称心如意，那么快便除去前世最大的情敌罢了。母亲，软儿今日起晚了些，来迟了，还请母亲勿怪。无事，先前我就说了，不用你们日日过来请安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多睡些也无妨。都是那林嬷嬷非得拘着你来，母亲见他是宫里出来的，才敬着他几分，不想他私下竟是那样教你的。林嬷嬷虽然有些道理教的不对，但严师出高徒，女儿如今礼仪还是大有技艺的，母亲的一番苦心也不算白费。还是软儿懂事。懂事？今日怎么二弟也来了？弟弟不用去书院吗？大姐姐，今日我约了些朋友去交流一下学问，所以向父子告了假。原来如此，那弟弟出门小心着些。我知道了，大姐姐。母亲刚刚说的银子不急，待你在我院里用了早膳，再让碧珠同你去账房支取不迟。谢母亲，早膳我已经用过了，母亲和姐姐们一起吃便是，我这便出门了。萧氏闻言也不多说，只朝身旁的大丫鬟碧珠招了招手，叶麒宁便高高兴兴地随他出去了。今日醉仙楼出了桃花酿，一定极为热闹，他得多准备些银钱，早些去占个好位置。不一会儿，便有丫鬟端了早膳上来。大姐姐，前些日子我听娘说，舅舅家有一个姨娘得了头风之症，这病虽然不要命，可是反反复复的，也是很折腾人，不知姐姐可有根治之法？嫣儿，这头风之症一向是顽疾，从未听说过有根治之法。你大姐姐虽然行医，你也莫要为难于她。母亲说的对，这头风之症确实无法根治，我也是没有办法的。不过虽无法根治，我这里却有一个方子，可以在头风发作的时候服用，消解疼痛的效果极好。真的吗？是，只是这方子药性凶猛，得分量适宜才能发挥最佳效果。我需给妹妹的姨母仔细看过，才敢将方子拿给妹妹。其实他上一世给叶烟的是可以根治头风的方子，只是如今虽不能跟他们撕破脸，却可以利用这件事让叶烟先栽个跟头，收回一点利息。